老板，为什么感觉你好像不太喜欢蒋文秀呀？没有不喜欢，只是公事公办。只能说现在这样的结局对蒋文秀来说也许不算太坏吧。他不知道董珊出轨的事情。你看他刚刚在追悼会上那么痛苦的样子，感觉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董珊。他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他什么都知道。知道董珊出轨吗？不对啊，那他刚才在追悼会上那么痛苦难过样子是装出来的，不会吧？蒋文秀和董珊可是一起白手起家的，甚至连外界都不知道。真味餐饮能够做大做强到今天这一步，核心人物并不是董珊，而是蒋文秀。她是一个很有商业手腕也很有魄力的女人。她的难过是真的，但是为自己的打算也是一样没落下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她甚至连遗体需要停放3天再火化的习俗都没有遵守。凌晨死亡，今天上午就火速办了追悼会，直接火化，这是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，而且知道对方有孩子，所以才这么着急火化遗体，想要避免财产分割。还行，不算太笨。非婚生子跟婚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，但是想要证明这个孩子有继承权，就得证明他跟董珊有亲子关系，要做 DNA 鉴定的。所以蒋文秀这么着急的火化董珊的遗体，是想毁灭他的身体组织跟 DNA 啊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对方就没有办法主张亲子鉴定了。他是想从源头上彻底否认这个非婚生子的存在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约我们见面，还让我们保守秘密对比。发你的材料都看了，下周的会议很重要。案件思路也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威震天不用溜了，晚饭后已经溜过了。勤于观察下属的情绪压力，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，属于老板正常的员工管理工作。魏震天，你说婚姻到最后是不是都只会变成算计？不奇怪，法律只保护财产，但保护不了感情。这些我看着太碍眼了，对我的工作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，希望您处理一下。哦。你刚刚问魏震天的问题，困扰你这么深啊？我以为你做了家事律师之后，对此有深入的了解。也对，以前我姐跟邓明关系这么好，最后分开了，还是被邓明摆了一道。还是有不一样的。我爸妈就不一样，他们之间没什么利益的牵扯，所以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，我至今也没找到。有没有可能是你啊，老板？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是他们的骄傲。没准他们的共同语言就是你。我爸觉得我不务正业，劝我早点解散君豪，回家继承公司。那怎么行啊，老板？那可是君豪的头号招牌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？你不用担心，
你的试用期也没剩多久了，你比我早离开飓风的可能性更高。真不知道老板是安慰我还是埋汰我。不过你很有同理心，也会安慰人。或许吴军找你来是对的，你多努力一点，早晚能超过包瑞与飞腾。程律师，等我爸的后事办完，我们能找个时间见个面吗？老板，董敏说能不能见一面？记得录音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？今天还好，你妈妈怎么样？状态还好吗？感觉她每天都在故作轻松，应该是怕我难过吧。但是她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逝者已逝，留下的人更要好好生活。是啊，为了我妈妈，我也要振作起来。其实半个月之前，我见过钱恒一次。那个时候，我爸就委托他办离婚了。我们做律师是有规定的，不能随便泄露客户的隐私。我知道他是大律师，做事有自己的原则。但是我总觉得他会在事后跟我解释点什么。我们老板这个人就这样，很多事情放在心里，不愿意说出来。我也不怕你笑话，其实我都追了他2年多。我一直以为不管怎么样，就他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在意我的感受吧，或者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存在感。但是事实证明，是我想多了。真羡慕你，你知道吗？像他那么高冷的人，竟然会在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专门给我发信息，让我不要再骚扰你。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让他这么心动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老板这个人他就是比较大直男，有的时候伤人不自知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逗你的，祝福你们。我也是，做了那么久的小孩，是时候该成为一个大人了。祝福我自己。别动啊！我警告你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动啊！别动！
把眼睛闭上。真是疯了，这狗怎么越看越像程阳啊？老板，你回来了。嗯。魏震天怎么戴着眼罩啊？他的眼神太傻了，对我来说是精神污染。走，回房间。好好休息，不要动。董敏，有什么让你转达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随便聊一聊。那个老板，你不喜欢董敏，直接拒绝他对他来说是好事儿。不过现在案子已经结束了，他爸爸还去世了。作为普通朋友，你有没有考虑告诉他你隐瞒他的原因啊？我为什么要解释？至少让他知道你不是故意伤害他的嘛。结果已经铸成，是不是有意的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啊，这对他来说很重要。程瑶，给人虚假的期待才是最大的伤害。如果一个人自欺欺人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难道我还要推波助澜吗？你请我吃饭的事儿什么时候兑现啊？最近不是有点忙吗？所以民法典第472条，经受邀约人承诺。啊，现在就起，现在就起。吃什么？老板，要不我们换一家吧？这已经是我在能吃的范围内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餐厅了。为了照顾你，我居然用到了性价比这3个字，我真的是。被你照顾负担也挺重的。哎呀，快点儿！要不还是你点吧。这样，这一页、这一页都要2份。啊，好的，先生。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再走。既然距离上次还有一段时间，那我们来背法条吧。要不我们还是聊聊人生吧。聊什么呀？你为什么选择法学专业？你对法律有信仰吗？因为我选错了。选错了。填志愿那天，我打了通宵的游戏，早上起来有点眼花，我以为自己报的是法语，结果报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报的是法学。因为当年喜欢法国文艺电影，所以想学法语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完全没有必要报法语专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小语种就业比较狭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看了太多的法国电影，所以那些台词、读音什么都记住了。随便学了1年半就通过了 C2，现在跟法国人交流完全没问题。而且学法律也让人务实了不少。我现在觉得做律师这样真枪实战的还挺有趣的，算是歪打正着吧。你看，人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很有可能看不清自己。在报专业那会儿，我哪知道自己原来那么聪明呢？哦，原来你也从小打游戏啊？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你打什么游戏啊？《
霍弄神。我也玩那个，塔诺提，塔诺提你知道吗？你用什么啊？我用法师啊。法师很难的哎。当然了，所以用法师通关才有意思啊。那前期绝对是单打独斗，不管你装备有多好，直接被人一招秒掉。但是后期一个范围伤害，直接附身。啊，原来你打游戏都这么卷。啊，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少能用法师打通关的。你果然是打官司里面最会打游戏，打游戏里面最会打官司的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它里面的歌也可好听了，我当时还建了一个。那你知道这个流派叫什么吗？死亡金属吗？我第一次觉得我做你的助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缘分在的，值得干一杯。哎，你要真喜欢的话，我别墅里有几张珍藏版的唱片，我拿给你。我连一个像样的留声机都没有，你送给我也是暴殄天物。你要是喜欢，就不算暴殄天物。没想到你有时候还挺可爱的嘛，老板。要不，我们还是被法条吧。剩菜了。老板，你这是？今天的晚饭钱。不是说了我请吗？我是很有原则的，不太习惯让女性请我吃饭，免得欠下人情，让别人以此为理由和借口频繁的接近我。可是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还需要找这种借口吗？你可以不说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女士，这款雪糕目前在我们的促销推广中，第2件半价，您要不要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的。最讨厌这种什么第2件半价，简直是对单身人士的一种暴击嘛。但是，看在他为我做了那么多事的份上，要不请他吃个雪糕？那好，一共53块8。我还想再拿1支雪糕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表达感谢，礼貌一下。一会再吃。老板，你在家？给你买了一个雪糕，半价买的。不用，我从来不吃雪糕。吃点雪糕，补充一下糖分，能够帮助睡眠。哟，专门给我买的，还拆开了。老板，你刚刚不是说不吃吗？
你都帮我拆开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尝一口吧。味道还不错，你可以多买点放冰箱里，我给你报销。我去遛狗了。陈瑶，你够了！怎么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乖乖，哎，谁家的狗啊？那没有素质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啊，对不起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有没有事儿啊？我可以给他赔偿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家乖乖是我养了5年的亲闺女，我的宝贝，然后被你们家这只狗给糟蹋了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糟蹋了？那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？去医院检查有什么用啊？赔个医疗费吧，一口价2万。2万啊！大哥，您敲诈吧？怎么变成我敲诈了呀？是你们家的狗欺负了我们家的狗。你看我们家的狗还那么小，心灵多脆弱啊！我要2万不过分吧？我这位兄弟，他的钱是我发的哦，你要是谈钱，你找我。找你也行啊。就你们家这个狗办的这个事儿，认不认吧？狗呢，做错了事儿是得教育，但教育也得讲法律，对吧？讲法律是吧？行，那我们就讲法律。那讲法律，这属于是强奸罪吧？得判个死刑啊！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？刚刚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，也说了可以赔偿。行，你别说了，咱们该赔钱得赔钱。哎呦，大哥，爽快人，哎，那就扫个码吧。来，哎，都怪你。您的账户到账3000不是元。大哥，咱们前面说的是2万，你这3000，你这数学是这样啊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您问。你说我的狗强暴了你的狗啊，可我的狗什么都没干啊。不是什么意思呀？我这全程在旁边看着呢。你有证据吗？也录视频了吗？还是说除了你这个利益相关人员之外，还有别的目击证人啊？目击证人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就想污蔑我的狗，了解诽谤罪吗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呢就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狗去医院验个 DNA， 要这里边有你们家狗的 DNA， 这事儿可就大了。行，你的狗随你验，但要想从我的狗身上提取毛发对比 DNA， 必须要经过我同意。很可惜，我不同意。哎，倒是你刚刚敲诈啰嗦的行为，我可都录音录像了。赔个医疗费吧，一口价2万。2万？啊，大哥，您敲诈吧？想跑啊？姓名、电话还有支付记录可都在这儿了。你刚刚让我给你转了3000块，好像刚刚够得上立案标准，对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爽快人。您的账户到账3000元。哇，老板，几句话就能把他赶走哎！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老板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我平时最怕遇到这种人了，越累的说不清。小事儿。老板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冰淇淋吃完了？哦，你垃圾忘了倒了。我垃圾忘了倒。我刚下楼倒垃圾了。啥？你说钱恒不仅跟你谈音乐、谈游戏、谈理想，今天还专门楼下去英雄救美了？
他说他是下楼倒垃圾。不对劲，非常的不对劲。为什么？难不成他又要开除我？所以，可怜可怜我吗？妈呀，你真是恋爱白痴！这前男肯定是喜欢你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别乱说。你要不信，你就自己去试探一下嘛。我倒是觉得你挺享受的。哎，人家不跟你说。有什么喜欢吃的零食吗？芥末味的藕片、蟹黄鱼片，然后白辣味人参水，还有黑蒜，这些都很好吃。巧了，那就每样都来一点吧。都要啊。正好都是我喜欢吃。我来拿吧。不用，我怕你把我的零食摔坏。漂亮。什么意思？你适可而止啊，我说了漂亮。你要真喜欢的话，我别墅里有几张珍藏版的唱片，我拿给你。我连一个像样的留声机都没有，你送给我也是过点心。你要是喜欢，就不送你。没想到你有时候还挺可爱的呢，老板。他喜欢我。进来。亲爱的老板，为了感谢你今天拔刀相助，所以我准备知恩图报、肝胆相照，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。你是想涨工资吧？我是眼里只有工资的人吗？老板，我真的是为了今天威震天的事情想要感谢你，请老板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。你知道我时间很宝贵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已经把惊喜准备好了，老板即刻起身前往就好。请。老板，我最近看你的工作太多了，怕你火气太大，所以呢为你准备了泡脚项目，保证你泡一次就会爱上。水是烫的，怎么可能降火呢？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这个泡脚桶是新的，没人用过。老板，你可以边泡脚边吃水果，还有橙汁，还有蛋糕。水温怎么样？还行。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，里面还有草药包呢。这里面有连翘、金银花，都是清热解毒的。再等我一下。噔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氛围感？有点多余啊。哪有，明明挺好看的。其实这个天台本身就很好，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我创业那会儿就是看中了这个天台，才租的这儿。原来你喜欢天台啊，老板。有人不喜欢天台吗？我也喜欢，不过我觉得白天太晒了。我有一栋别墅，那儿有天台，还有游泳池。下午4、5点的时候，阳光是最舒服的。我休息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天台上喝咖啡，看着水，看着山，是少有的能让我感到非常放松的时刻。老板，像你平时工作这么忙，压力肯定很大，所以你应该要多多放松。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泡脚，多泡泡脚其实对睡眠也有帮助。太麻烦了，泡脚要先接水，然后还要倒水。我可以帮你，只要你多给我点工资。你想得美。